比鲁斯离开后，悟空等人又开始了平静温馨的生活。几个月后，悟空再次向琪琪申请去界王星修行。现在，悟空已经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，那就是变得和比鲁斯一样厉害，甚至超越比鲁斯。这次琪琪直接怒拍桌子，一票驳回了悟空的申请。悟空很委屈，上次不是给了你1亿元了吗？当时你可是双手赞成我去修行的。琪琪两手一摊，那笔钱我早就花完了，而且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。悟饭马上就要有孩子了，你想让孙子看到一个成天打架的爷爷吗？你再不好好工作，如何成为一个让孙子尊敬的好爷爷呢？琪琪搬来一个巨大的便当，催促悟空赶快去工作。撒旦召开记者招待会，表示自己将要揭秘袭击地球的神秘现象。悟空与比鲁斯一战，让撒旦又一次捡了漏。对于自己来说，地球每次遭受威胁攻击，都是自己扬名立万的好机会。撒旦坐着豪车来到记者招待会现场，刚一下车，夹道欢迎的粉丝们便尖叫起来。撒旦潇洒地走下豪车，记者迫不及待地来到撒旦面前，采访他关于地球发生的神秘现象。撒旦一把夺过麦克风，一脸严肃：“那是破坏神做的，文明宇宙，穷凶极恶的破坏神袭击了地球。总之，破坏神接下的目标就是地球。我率先察觉到了这一点，找到破坏神的位置就在南方的大海里。于是我迅速赶到那里，和破坏神展开较量。撒旦信口开河，胡诌一通，将自己描述的勇敢无畏、英勇无比，狂虐破坏神800个回合，最后全面击退了破坏神。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台下的观众听完，激动地发出一阵阵呼声。美女记者带着崇拜的目光爬上舞台，称赞撒旦牛逼。就在撒旦最得意洋洋的时候，天空中突然落下一个光球，直奔撒旦而去。吃瓜观众见有危险，立刻一哄而散，四下逃命。光球在空中炸开，缓缓落下一个外星飞行器，飞行器上投下一束光束，然后出现了一个人影。看来撒旦吹的牛皮，连外星人都看不下去了。光柱中走出了一高一矮2个像狮子一样的站立生物，撒旦等人吓得连连后退。矮个子的狮子让众人不要恐慌，高个子的外星人是史纳克星的大使阁下。听闻地球有一位勇士击退了破坏神比鲁斯，特意来此问候。为表诚意，2个外星人将展示史纳克星人最高诚意的问候。2人跳起了一段比基尼特战队还要羞耻的舞蹈，看到撒旦等人尴尬病都犯了。跳完舞，狮子问谁是击退比鲁斯的英雄。撒旦昂首挺胸走上前，得意洋洋：“不错，你们所说的英雄正是在下。”大使跳到撒旦面前，表示非常荣幸。撒旦击退破坏神比鲁斯的英雄事迹已经传遍了宇宙。为了表彰撒旦的伟大功绩，大使特意赠送给撒旦一枚勇士奖牌。大使打开盒子，亮出了一枚闪闪发光的奖牌。记者立刻附和道：“全世界的观众们看见了吧？撒旦不仅是地球的英雄，而且是宇宙的英雄。”就在撒旦准备心安理得接过奖牌的时候，一个声音传来，制止住了撒旦。一头更巨大的狮子站出来，表示他根本不承认撒旦是勇者，除非将自己打败。大使认为有点道理，于是恳求撒旦与本星球的勇者一决高下，以此证明自己勇者的实力。撒旦心里发虚，眼前这头傲之追猎者胳膊比自己的腰都粗，怎么可能打赢他？撒旦想编个谎糊弄过去，奈何人民群众的呼声太高，这让撒旦骑虎难下。这届粉丝太不懂事了，完全不懂爱豆的心理。撒旦灵机一动，借口肚子疼躲进厕所里，打电话向悟饭求助。但悟饭正集中精力为比迪利做饭，完全没有听见电话的声音。撒旦又打电话给贝吉塔，贝吉塔外出修行也不在家。撒旦无奈走出厕所，短短几分钟，那群史纳克星人就搭好了比武的擂台，吃瓜群众围得里外3层，就等撒旦闪亮登场了。史纳克星的勇者狮子狗对撒旦的实力表示了肯定，深不可测，最为可怕，不愧是地球的勇者，连气息都感知不到，乍一看全是空荡。为了士气深浅，狮子狗准备发动攻击，撒旦还在热身，表示自己并没有准备好，余光却在人群中不断扫视，期待着能看见悟空、悟饭、贝吉塔，哪怕是克林、绿头短笛也好。要说撒旦的运气也是真的好，刚好悟空干完农活从空中路过，见撒旦再次打擂，好奇凑过来一看究竟。撒旦抓住救命稻草，恳求悟空替自己出头。悟空在家干了好几天农活了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活动筋骨的机会，当然很乐意帮忙。然而这时奇迹不巧路过，悟空吓了一跳，让撒旦假装打自己一拳，借机溜走。悟空走了，撒旦只能硬着头皮决斗，被狮子狗追得满场逃窜，十分狼狈。跑着跑着，撒旦意识到这样不是办法，一味的逃跑会让自己的一世英名就此崩塌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。撒旦停下脚步，准备与狮子狗一决胜负。命运的天平再次倾向撒旦一边。撒旦收养的宠物狗来到擂台边缘看撒旦比武。史纳克星人最害怕的物种就是狗，狮子狗当场全身僵硬，不敢动弹。
撒旦趁机一拳击中狮子狗，这轻飘飘的一拳当然对狮子狗造不成任何伤害，但狮子狗对狗子实在太恐惧了，尖叫着逃上飞行器。随后大使和随从也跳进飞行器里，慌慌张张逃离了地球。这运气连撒旦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简直比主角光环还要强大。撒旦眼含热泪，勉勉强强收下了史纳克星人带来的勇者奖牌。从此，撒旦成为了宇宙认可的勇士。撒旦混得愈加顺风顺水，相比较之下，悟空就惨了很多。不仅每天都要开拖拉机犁地，老婆还对他严加管教，不允许他迈出地球一步。悟空每天闲得发慌。这天，克林来地里看望悟空，两人回忆起从前的往事，唏嘘不已。克林现在已经完全成了家庭妇男，随着剧情的推动，越来越多的格斗变态登场，克林已经追不上悟空的脚步了。狗空，你打我一拳好不好？我想知道现在的狗空有多强。悟空愣住，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过。在克林的强烈要求下，悟空轻轻一拳打过去，克林直接飞了出去。悟空瞬移到几公里之外迎接克林，这一拳头差点直接送克林去见阎王。悟空受到克林的鼓舞，决心不能再这样百无聊赖的混日子了，就算是每天都要工作，也不能放弃修行。另一边，维斯留念地球的美食，时不时的就来到地球品味各种美食。每次维斯来到地球，布玛都会出人出钱出力，热情招待维斯。布玛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下次比鲁斯来摧毁地球的时候，布玛希望维斯给比鲁斯求求情，放自己和特南克斯一命。悟空以比鲁斯为人生目标，而贝吉塔则依旧以悟空为修行的目标，至始至终从未改变。为了修行，贝吉塔干脆连家都不回了。这天，他破天荒的回家一趟，惊愕的发现维斯竟然在自己家里。贝吉塔吓了一跳，以为维斯又来摧毁地球。布玛表示不用大惊小怪，自己和维斯早就成为闺蜜了。维斯经常来地球串门。贝吉塔听完更害怕了，自己的妻子已经偷偷和别人吃了这么多次饭，自己居然浑然不知。维斯让贝吉塔冷静，首先自己和布玛只是单纯的闺蜜关系，其次比鲁斯已经进入长眠，短时间内不会来地球。贝吉塔一听比鲁斯没来，于是肆无忌惮的开始装逼，扬言如果维斯敢带自己去见比鲁斯，自己一定要让比鲁斯见识见识超级赛亚人的真正力量。布玛脸色落了下来，别人不了解贝吉塔，自己作为他的妻子还不了解吗？这么多年，贝吉塔除了装逼就是装逼，大家几乎没赢过。和普通小角色装逼也就算了，和维斯装逼，万一真的把比鲁斯给找来了，地球岂不是又要遭到毁灭？和比鲁斯较量，你根本不可能赢，先赢了悟空再说吧。贝吉塔撇过脸，对妻子经常戳中自己的软肋很不满意。布玛让贝吉塔放弃装逼的想法，现在拉拢维斯才是上策。有一天，比鲁斯心情不好，准备毁灭地球的时候，维斯也许能替他们一家说说好话。贝吉塔很不服气，想要偷袭维斯。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，被维斯身上飘渺又不容人接近的气息震慑到。看来维斯绝对不是比鲁斯的管家那么简单，这家伙实力不一般啊！啊，我没告诉你吗？我可是比鲁斯大人的师傅。贝吉塔先生，给你一个建议啊，你的修炼卓有成效，能量提升了许多，但你的练法永远也赢不了比鲁斯大人。你必须记住控制气息的方法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应该就可以超过那个叫孙悟空的赛亚人。不过这可不容易哦。维斯说完，转过身准备与布玛一起去吃美味的甜品。贝吉塔咬咬牙，闪现到维斯面前，单膝下跪，求维斯收自己为徒。强不强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超越悟空，这是贝吉塔一辈子的愿望。维斯点点头，当然可以收你为徒，前提是你必须是破坏神。眼看倒数的机会要泡汤了，贝吉塔丢下赛亚人王子的尊严，尖叫着带维斯去品尝各种美食，甚至自己亲自下厨给维斯做饭。遗憾的是，贝吉塔能想到的美食，布玛都已经带维斯品尝过了，而贝吉塔自己根本不会做饭，维斯白白期待一场。贝吉塔不想放过这个变强的机会，集中所有的智慧，拿出了看家的美食，那就是布玛每周都会吃一次的泡面，面条丝滑，高汤浓郁，瞬间就征服了维斯的胃。就这样，维斯破例带着贝吉塔前往破坏神比鲁斯所在的星球，亲自训练贝吉塔。半年后，悟饭的孩子小芳出生了。作为孙家唯一的女孩子，目前为止唯一的女性赛亚人，小芳非常受宠爱。悟饭和撒旦都希望小芳能成为武术家，而琪琪则表示绝对不可能，小芳一定是一名淑女。自己的2个儿子已经练废了，不能让孙女成为悟空那样的打架狂。为了避免让小芳跟着撒旦和悟饭学坏，琪琪决定不让家里任何一名男性接触小芳，包括孙悟空。悟饭与撒旦叫来了布玛、克林和悟空帮忙求情。布玛一到悟饭的家里就被琪
琪琪拉进屋内，一起吐槽不懂人情世故的赛亚人。布玛表示琪琪已经很幸福了，悟饭成为了一名学者，悟空也开始努力工作，不像我家那位为了修行跑去维斯那里，已经半年多没回地球了。门外的悟空听到这句话，瞬间不淡定了，嚷嚷着也要去维斯那里修行。可是维斯最近刚刚来过地球，下次再来的话，估计要2个月以后。悟空急得像火烧屁股的猴子，天天缠着布玛打听维斯有没有来过，甚至堵到布玛家的浴室门口等着维斯的消息。布玛被逼得崩溃，送给悟空一部手机，如果维斯来了，自己会联系悟空的。拜托，不要半夜堵到独居女性的家里，这种行为是很变态的。就这样，悟空每天捧着手机等布玛的电话。过了不知道多少天，电话终于响起，布玛告诉悟空，维斯来地球做客了。悟空接到电话后，立刻赶到维斯身边，恳求维斯也带自己去修行。维斯爽快地答应了悟空，不过要先等自己吃过饭才行。他是为了与布玛一起享受美食才来到地球的。悟空要随维斯修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琪琪耳朵里，琪琪火速赶过来，当面就要揍悟空。悟饭和悟天一起替爸爸求情，琪琪态度坚决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为了小芳，悟空必须努力工作，做一个好爷爷。维斯起身准备离开，就在他召唤彩虹桥的一刻，悟空挣脱了琪琪，不顾一切扑过去抱住维斯，与他一起去往遥远的比鲁斯星球。琪琪非常无奈，布玛答应琪琪要为小芳举办一场惊喜派对，各种奢侈大奖尽在其中。琪琪暂时被转移了注意力，心情稍稍放松一些。有悟空这样不省心的老公，琪琪也确实很辛苦。不过正如悟饭所说，悟空变强对未来保护地球帮助很大，不如就这样随他们去吧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了，安逸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新的危机正悄悄逼近悟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期继续来看。